这大概是我见过变脸最快的金属了，密度世界第一高，无比坚硬却一掰就碎，稳定性强，但一和空气接触就会产生剧毒。这就是金属铀，世界上最稀有的元素之一，可偏偏让我在钢笔的笔尖中找到了它。没错，得益于它大于铅2倍的密度和与石英相当的硬度，金属铀会经常与铱组成铀铱合金，用来抵抗频繁的磨损。铀铱这对老邻居为了谁密度最大这个问题争了很多年，先不提。虽然最终赢家是铀，但现在我才知道他俩竟然还是同时被发现的。为了制备大量的铂金用于销售，1800年，史密森坦南特和他的合伙人开始用王水从矿石中提取铂。奇怪的是，提取物里每次都会留下点黑色的渣子。刚开始他们以为是石墨，直到3年后，坦南特才从里面分离出了2种新的金属元素，颜色绚丽的就取名叫铱，另一个闻着很像氯气和大蒜，臭得很，所以取名叫 osmo， 也就是铀。铀的表面呈蓝灰色，常温常压下，块状铀在空气中比较稳定，但粉末状反应速度很快，和空气接触后就变成了4氧化铀。这可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化合物，室温下很容易升华，温度稍微高点就融化成了淡黄色液体，温度降低后几乎在一瞬间它就完成了结晶。4氧化铀是毒性最强的氧化物，有多毒呢？人的皮肤它很容易就能穿透，且和人眼接触后会对角膜进行不可逆的染色，从而导致失明。不过放在医学上，4氧化铀的用途可不小，比如在电子显微镜的组织标本中充当染色剂，在制备抗肥胖和抗糖尿病药物时做催化剂使用，以及治疗关节炎。那话说回来，既然铀的密度这么大，有没有一种液体能让它浮在上面呢？铁磁流体。可以看到，如果你把硬币放上去，硬币很容易的就能浮在液体表面。下面把一小块铀放上去，结果金属铀也弹跳着飘在了液体表面。我们都知道，当物体的密度小于液体的密度，或者受到的浮力足以克服物体的重量时，物体就会上浮。而在铁磁流体中，一方面液体会受到自身的重力向下，另一方面受磁力影响，铁磁流体也会往下。那反过来，铁磁流体就会产生更多的浮力，最终使铀漂浮在其表面。